今天我们要揭晓让血糖飙升的最新10大高血糖食物排行榜。很多人以为只有甜品和糖果才会让血糖上升，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日常看起来不甜，甚至号称健康的食物，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容易让血糖冲上云霄。您知道吗？就连常见的泡面和白面包在这份榜单中都没能挤进前5名。这意味着还有更可怕的隐形糖分地雷埋伏在我们的餐桌上，随时准备引爆。到底哪些食物榜上有名？哪一种又被医生警告比直接喝糖水还毒，甚至高居第一，成为台湾家庭的餐桌常客呢？接下来我们将从第10名一路倒数，带大家逐一揭开这些高血糖食物的真面目。让我们一起提高警觉，看看自己的饮食中是否也藏着这些危险分子。第10名，早餐谷物。先说说每天的开端，早餐。很多人爱用麦片谷物开始一天，觉得方便又自认健康。别以为只有吃蛋糕、糖果才算摄取了糖。事实上，许多人早餐常吃的谷物麦片，其实暗藏大量精致淀粉和糖分。一碗甜味玉米片或巧克力麦片等谷物早餐，含糖量可能接近含糖饮料的水准。这些谷物在制作过程中加入蔗糖、麦芽、糖浆等甜味剂，口感香脆甜蜜，小孩大人都爱吃，却会让血糖在清晨迅速飙高。有资料显示，玉米片的升糖指数高达80以上，属于高 GI 食物，吃下去后能让血糖飙升速度极快。即使有的早餐谷物标榜强化维他命或高纤，但同时也加入不少糖来增加风味，营养没增加多少，糖却吃了很多。更糟糕的是，多数人吃麦片时还会搭配牛奶或果汁。如果牛奶用了调味乳，果汁又是额外加糖的，那等于双重糖分一起下肚，对血糖更是一记重击。有人可能心想，无糖的玉米片总可以吧？可是不要忘了，玉米片本身属于高升糖指数的精致淀粉，就算没额外加糖，也会在体内快速分解成葡萄糖。缺乏膳食纤维的谷物精华很容易消化，一下肚就分解成糖跑进血液，血糖值跟着直线上升。所以如果早餐经常吃这类加工谷物，一碗接一碗吃得开心，却可能在无形中让胰岛素忙个不停。长期下来，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变差，血糖调节能力下降，为糖尿病埋下隐患。想要稳定血糖，其实可以用天然的全谷物来替代这些甜麦片。例如，选择原味未加糖的燕麦片，搭配一些坚果或水果，既能提供纤维和营养，又不会像加工谷物那样让血糖一下子飙上去。第9名，泡面。许多人宵夜肚子饿或加班赶工时，总喜欢泡一碗热腾腾的泡面来填肚子，但方便的泡面其实是让血糖偷偷升高的元凶之一。泡面的面饼主要成分是精致白面粉，属于高碳水、高升糖的食材。制作泡面时，面块通常先经油炸干燥，里头含有不少油脂和热量。这种炸面块咬起来香脆，但进入体内后，淀粉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迅速转化成大量葡萄糖。你可能没感觉吃起来有甜味，但一碗泡面下肚，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会在短时间内明显攀升。此外，泡面附带的调味粉包和酱包钠含量惊人，有时还会加入糖或麦芽糊精提味，这些隐藏的糖分更增加了血糖负担。很多人吃完一整碗泡面，不到1-2个小时又觉得饿了，这就是因为血糖先飙升又迅速下降，反而刺激食欲，让人想再吃别的东西。对想控制血糖的人而言，泡面可说是一个高升糖陷阱。事实上，就有医生分享过一名年轻上班族，因为长期每天熬夜加班都靠泡面果腹，才30岁出头体重就暴增，健康检查发现血糖值超标，差点演变成糖尿病前期。可见泡面带来的危害并不只是在当下，而且泡面的油脂多半是棕榈油等饱和脂肪，甚至可能含有部分反式脂肪。长期大量摄取不仅令人发胖，还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让血糖更难控制。试想，晚上若经常一碗泡面下肚，短时间内血糖浓度飙高，胰岛素得拼命工作，日积月累，胰岛细胞都要被操坏了，健康恐怕亮起红灯。如果实在嘴馋想吃面，
不妨选择用全麦面条加上青菜和蛋白质自己煮面，既能少油少盐，也避免了泡面中的高油高钠和精致淀粉，对血糖的冲击会小得多。第8名，白吐司与餐包。蓬松柔软的白面包是很多人日常早餐或下午茶的最爱，涂点果酱或夹片起司，美味又方便。然而，白吐司和各式奶油餐包看似平凡无奇，对血糖的影响却一点也不普通。白面包是用精致面粉制成，几乎不含纤维，升糖指数可以高达70-80以上，已经接近纯葡萄糖溶液的水准。也就是说，吃几片白吐司，下肚后消化吸收得很快，短时间内就能让血糖直线上冲。有些人觉得面包本身不甜，不像蛋糕、饼干含糖那么高，但别忘了，精致淀粉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一点也不比蔗糖慢。尤其早餐店的白吐司，常常先涂一层奶油或夹上甜奶酥馅，这些馅料本身就含糖又含油，让升糖效果更加倍。营养专家指出，白饭含白吐司堪称糖尿病的潜在地雷，虽然吃起来没什么甜味，但长期把它们当主食，缺乏膳食纤维的情况下，容易导致胰岛素反应越来越迟钝。的确，白面包缺乏纤维，吃得很快又饿，你可能又再补充更多精致淀粉，形成恶性循环。长此以往，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感受度降低，胰岛素阻抗找上门，血糖就更难控制了。如果喜欢吃面包又想顾健康，不妨改选全麦面包或加入谷物、坚果的杂粮面包，并且搭配蛋白质食物一同食用，升糖速度会缓和许多，让血糖比较稳定。第7名，果汁。许多人印象中果汁富含维生素，是健康饮品。早餐来一杯鲜榨柳橙汁或苹果汁，仿佛能喝出满满活力。然而，对血糖控制而言，果汁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甜蜜陷阱。原因在于，水果一旦打成果汁，原本的膳食纤维大部分流失，只剩下果糖和葡萄糖浓缩成的液体。喝一杯果汁，相当于瞬间摄取好几颗水果的糖分，而且这些糖分还不需要细嚼慢咽，短短几分钟就哗啦啦灌进肚子里。试举个例子，一杯500毫升的柳橙汁可能用了3到4颗橙子才能榨满。你很少会一次连吃3颗水果，但喝果汁时却不知不觉就摄取了相当于3颗水果的糖。更糟糕的是，果汁入口顺畅，很容易就在不知不觉中喝下过量而不自知。由于缺少纤维来减缓吸收，果汁中的糖分会迅速进入血液，引起血糖飙升。特别是市售的果汁饮料常额外加糖调味，其糖含量往往比纯水果原汁更高。一些包装果汁甚至比可乐含糖还多，只是喝起来酸酸甜甜，让人误以为比较天然健康罢了。对糖尿病患者或血糖偏高的人来说，果汁的危险在于它看似健康，实则含糖惊人，升糖极快。如果真的想摄取水果的营养，营养师建议倒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至少还有纤维可以延缓糖分吸收。至于果汁，就留待血糖稳定的人偶尔解解馋即可。千万别把果汁当水猛喝，否则血糖可能跟着翻跟斗。第6名，酒类饮料。也许有人感到意外，酒竟然也跟血糖有关。其实，不论是啤酒、调酒还是甜酒，酒精饮料对血糖的影响都不容小觑。首先，许多酒本身就含有相当可观的糖类，例如啤酒素有液体面包之称，一罐啤酒里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其中的麦芽糖和糖类会让血糖上升。再看各种调酒，鸡尾酒中常混合果汁、糖浆、汽水等，五颜六色的花式调酒往往甜滋滋，含糖量一点也不亚于普通汽水。就连红酒、白酒，虽然葡萄本身的果糖有部分在发酵中转化为酒精，但仍残留一些天然糖分，特别是甜白酒或餐后甜酒含糖更高。喝下一杯酒，相当于把酒精和糖分一起倒进身体里，双重热量让血糖和体脂都跟着增加。有些人可能听说空腹喝酒会导致低血糖，那是因为酒精让肝脏优先解毒而暂时停止释放葡萄糖。然而，这并不表示酒对血糖有益，相反地，长期饮酒会让肝脏代谢的负担加重，影响肝脏平衡血糖的功能。同时，酒精热量高，容易造成体重上升，
腹部肥胖进一步降低胰岛素的敏感度。此外，饮酒后往往让人戒心松懈，糖油可能因此打乱饮食节制，一边喝酒一边吃下更多下酒菜，总热量爆表，血糖更是难以控制。所以医生常提醒，糖尿病患者应该尽量节制酒精摄取，为了健康着想，能不喝就尽量别喝。如果真的要喝，也请切记适可而止，并尽量选择低糖分的酒类，避开甜味调酒。喝酒时也务必留意血糖变化，千万别因一时畅快而让血糖失控。第5名，零食含甜点。下午嘴馋时来块点心，是许多人难以抗拒的日常小确幸。然而，这些零食甜点往往是让血糖飙高的隐形杀手。无论是饼干、蛋糕、巧克力，还是糖果、薯片、甜甜圈，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高糖、高精致碳水，往往还伴随高脂肪，可谓热量和糖分爆表。一块奶油蛋糕里充满了面粉、砂糖和奶油，入口虽然幸福，却会令血糖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饼干含酥皮点心为了口感酥脆，通常添加大量的糖含油，一口咬下酥香满溢，血糖指数也跟着节节攀升。而像洋芋片、薯条这类看似咸味的零食，其实也含有大量淀粉，并经油炸处理。淀粉在高温下变得更松脆，好消化，加上缺乏纤维，食用后血糖同样可能直线上冲。更何况零食往往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嘴巴享受美味的同时，大量的热量和糖分已悄悄堆进体内。想象一下，追剧时不知不觉吃掉半包饼干，可能已摄取了数十克碳水和糖，血糖悄悄飙高，自己却浑然不觉，等隔天检测血糖才发现数值骤增，那就后悔莫及了。尤其对糖尿病患来说，甜点零食绝对是首要禁区之一。除了让血糖失控，长期高血糖环境还会损害血管和神经，诱发其他可怕的并发症。难怪有人把甜食比喻为合法的毒品，一旦吃上瘾就很难节制。因此，并不是说从此再也不能碰零食，而是要有所节制，并且尽量选择相对健康的点心。例如，想解馋时，可以改吃一小把坚果，无调味的或无糖优格加一点水果，既满足口腹之欲，又不会让血糖急剧波动。第4名，油炸食物。酥脆香口的炸鸡排、咸酥鸡、炸薯条，有谁能抵挡它的诱惑？然而，这些金黄酥香的油炸物可不仅仅是高热量，它们对血糖的冲击同样强劲。许多油炸食品本身都裹着面衣或粉浆，例如炸鸡块外面包着面粉糊，天妇罗沾了面糊浆，甜甜圈则是用面团下去油炸，再撒上一层糖霜。这些面衣和面糊一遇高温油炸，水分被逼出，淀粉变得极度松化，进入体内后极易分解吸收，结果就是吃下一份杂物，相当于吃下大量高 GI 的碳水，加上高油脂的组合。淀粉让血糖飙升，油脂则可能导致胰岛素作用变差，可说是双重打击。一份炸薯条除了含大量马铃薯的淀粉外，炸的过程还吸满油脂，吃几根也许感觉不出什么，实际上血糖已在体内翻腾。常见的中式油炸点心，如油条、甜甜圈、炸年糕，所用的面糊中很多都加入糖调味，炸好后外酥内软，非常美味。但含糖和精致淀粉的量惊人，升糖速度也非常快。有研究指出，经常食用油炸粉浆类食物的人，胰岛素阻抗风险明显提高，使身体处于一种高血糖又高血脂的危险状态。不仅如此，反复使用的高温油会产生对健康不利的氧化物质，长远来看还可能影响心血管健康。对糖友而言，油炸物更是地雷中的地雷，一不留神吃多了，血糖、血脂可能双双失控。要解馋，建议改用烤的、气炸的方式取代传统油炸，或者干脆少吃一点这类裹粉油炸的食物，才能让血糖维持在安全范围。第3名，人工反式脂肪。也许有人好奇，脂肪怎么也跟血糖有关？其实，人工反式脂肪虽然不直接含糖，但它会干扰身体对血糖的调控，是糖尿病患者的大敌。反式脂肪常见于人造奶油、起酥油、植物性奶精，以及用它们制作的糕点饼干中。
在食物成分标示上可能写作氢化油或部分氢化植物油。这类油脂能让点心的口感香酥，并延长保存期限，但却会破坏心血管健康，同时降低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试想，当我们体内堆满反式脂肪，胰岛素明明已经分泌，细胞却仿佛听不见指令，不愿意把血液中的葡萄糖吸收利用，于是血糖就这样居高不下，胰脏还得拼命再追加分泌更多胰岛素，形成恶性循环。长期摄取大量反式脂肪的饮食，不仅让血糖难以控制，还大幅提高罹患心脏病、中风等疾病的风险。遗憾的是，生活中有不少美食都含有这种隐藏的反式脂肪，比如常见的奶油饼干、酥皮蛋挞、可颂面包，甚至许多手摇奶茶里的奶精都可能含有氢化油成分。有的劣质泡芙和蛋糕使用大量人造奶油，吃起来香浓无比，但你吃进去的反式脂肪却在体内兴风作浪。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各国已开始重视反式脂肪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呼吁，在2023年以前，全球全面消除食品中的工业反式脂肪。台湾也已规定，食品油脂中的反式脂肪含量需逐步降低至极低水平。所以糖友们更要睁大眼睛，看清食品标签，尽量避开含有氢化油的产品。一旦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取，胰岛素作用就能比较顺利，血糖控制也会相对平稳。第二名，含糖饮料。说到让血糖飙升，怎能少得了臭名昭著的含糖饮料呢？这一类包括各式各样我们喜爱的饮品，例如可乐、汽水、手摇、珍珠奶茶、奶茶、果汁饮料、能量饮料等等。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液态中蕴含大量快速吸收的糖分，几乎不需经过消化，就能在短短几分钟内把大量葡萄糖送进你的血液里。喝下一杯含糖饮料，仿佛在血管里直接倒入了一杯糖水，血糖值立刻扶摇直上。以台湾人喜欢的珍珠奶茶为例，一杯700毫升全糖的珍奶，含糖量可能超过60克，相当于12颗方糖。几分钟内喝完这杯饮料，你可以想见胰岛素得使出多大努力才能应付这一波糖分洪流。也难怪医生们一再警告，含糖饮料是现代年轻人和上班族隐性高血糖的头号元凶之一。就有新闻报道，一位年仅18岁的少女特别爱喝手摇含糖饮，每天至少一杯珍奶，短短几年下来体重暴增，甚至被检查出胰岛素分泌出了问题，处在糖尿病前期的边缘，让医生捏了一把冷汗。长期大量摄取含糖饮料的后果如此严重，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饮品几乎不具任何饱足感，喝了之后该饿还是饿。因此有些人一边喝饮料还一边吃正餐或零食，相当于额外吞下许多隐藏糖分与热量。这也是为什么含糖饮料常被称作液体热量或隐形糖分炸弹。对糖尿病友而言，含糖饮料几乎是完全禁止的东西，因为它不但会造成血糖骤升，还会导致肥胖，加剧胰岛素阻抗，使血糖控制更加困难。就算是一般人，如果长期每天来一杯含糖饮，将来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大大提高。想解渴，最安全的选择始终是白开水或无糖茶饮。如果真的想喝有味道的饮料，可以选择无糖的茶、黑咖啡，或者请店家降低甜度，甚至完全不加糖，为健康多留一分余地。第1名，糯米，终于来到排行榜的冠军了。这个第1名可能出乎不少人意料，它不是蛋糕甜点，也不是奶茶汽水，而是许多台湾家庭餐桌上的熟面孔糯米制成的各种料理。糯米本身吃起来没有明显的甜味，但对血糖的杀伤力却比许多甜食更强。医生甚至警告过，糯米对血糖的影响比喝糖水还要猛烈。为什么呢？原来糯米是一种支链淀粉含量极高的米种，煮熟后黏黏糯糯，非常可口。但也因为如此，它在消化道中分解的速度极快，几乎瞬间就转化为葡萄糖冲进血液。糯米的升糖指数可以高达90上下，和葡萄糖溶液不相上下。换句话说，吃一碗糯米饭对血糖造成的冲击几乎等同于直接灌下一杯糖水。难怪有人形容糯米是血糖炸弹。台湾人爱吃的糯米料理不少，例如油饭、肉粽、萝卜糕、红龟粿、麻薯、
汤圆等等。这些传统美食的主要原料就是糯米或糯米粉。逢年过节或喜庆场合，糯米制品更是餐桌上的常客。然而，对血糖偏高的人来说，糯米真的是越少碰越好。就拿常见的油饭来说，一碗油饭里除了糯米本身高升糖之外，为了提味常伴有糖油和酱汁，热量和糖含量都不低，餐后血糖肯定飙升。再比如大家爱吃的汤圆，外皮是糯米粉捏的，内馅又多，是甜甜的糖馅。难怪每年冬至都有糖尿病友因为贪吃汤圆而导致血糖失控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看似与糯米无关的食物，其实升糖效果也和糯米饭差不多。例如白粥，白米熬成稀饭后，淀粉结构被煮得支离破碎，身体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转化为葡萄糖，因此白粥的 GI 值甚至比白饭还高。一碗看似清淡的白粥，对糖友来说却可能比可乐还可怕。所以糯米当之无愧地成为本排行榜的第一名高血糖食物。许多医护人员都会建议糖尿病患者平时饮食中尽量避开糯米及其制品。如果真的一时嘴馋想尝点糯米料理，也务必严控分量，并且最好同时搭配蛋白质含蔬菜一起吃，以减缓糖分吸收的速度。细数完这10种让血糖飙升的危险食物，相信大家心里都有底了。这些高血糖食物有的甜如蜜，有的则伪装成无糖或营养丰富的样子，潜伏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缺乏纤维、容易消化、含糖或淀粉量极高的食物，会让血糖在餐后短时间内迅速飙到高峰。如果本身有糖尿病或血糖偏高，最好对它们敬而远之。即使是一般人，也不宜经常大量摄取。当然，生活还是需要享受美食，我们无法也不必要完全杜绝所有地雷食物，但可以学会聪明避雷，适量而为。例如，吃高碳水主食时，可以先吃蔬菜和蛋白质，再吃淀粉，就能减缓升糖速度。想吃水果就整颗吃，而不是榨成果汁，至少能保留纤维，帮助减缓糖分的吸收。想喝饮料就尽量选择无糖或低糖的版本，想吃甜点则偶尔浅尝几口，不要把它当正餐。平时多选择一些低 GI 的食材，如糙米、全麦面包、豆类、绿色蔬菜等，因为它们升糖慢，胰岛素比较应付得来。我们也要养成阅读食品标示的习惯，避开那些糖分和反式脂肪含量特别高的加工食品，同时搭配规律运动和良好作息。因为运动能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而睡眠不足则可能干扰血糖的代谢。总而言之，面对糖尿病这个现代文明病，我们能做的就是从饮食细节开始调整。所谓管住嘴，迈开腿，把血糖稳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今天的排行榜能给您提个醒，让我们一起远离这些比糖水还毒的高血糖食物，守护自己的健康吧。